明白。那 Rita 这里呢？对，因为我觉得今年的世界赛其实对于广大 LPL 的观众朋友们来说是特别的，因为它最终的决赛是在成都，是个热情的城市。那我觉得伴随着可能舞台这场比赛的落幕吧，我也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因为毕竟身后的队伍没有咱们 LPL 的选手的一个身影。但我不得不说，就是刚才看了赛后的一个采访，我只能感慨，可能对于 T1 对于 Faker 选手来说，这已经像是另外一个境界了。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其实我对于这场比赛最终真正的一个输赢或者什么，可能真的也许不是我在这个舞台上追求的唯一奥义最终目标，而是我真的很想享受这个舞台，享受一场漂亮、干净、美丽又激情的顶级的一个对局。所以他也感谢了他的对手 KT。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慢慢一路走来，Faker 选手他通过不断的努力，他的沉淀，对英雄联盟始终如一的一个热爱，才能站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再次捧起冠军奖杯的时候，从容的说出这样的话。所以我觉得这条路，也许是每一个职业选手他必经的路，是他向往的路。但我希望有一天，就咱们能看到是咱们 LPL 的选手，当然还是要把祝福送给Faker， 送给 T1， 真的是传奇的人生。没问题，那也感谢两位我们带来一些赛事。那最后我想跟大家聊的是，可能大家没有发现一个记录哦，名为 SKT Faker 的选手，他在今天应该是说在更名为 T1 之前，他打了83场的游戏，拿下了63局小局的一个胜利，4次进决赛，3次捧杯。而今天名为 T1 Faker 的这名选手，他超越了当时自己的数据，来到了86小局，同样带走了63小局的胜利。他也4次进到决赛，但是他超越了自己。这三冠，他不只是3冠，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3连冠。所以我觉得，可能我受到的鼓舞是，我们会说谁能在英雄联盟这款电子竞技项目里面去超越 Faker， 但 Faker 他仿佛还在做到自我超越，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会戏称他是有系统的，但我们怎么能忽略了他在去年为了自己的手严重的一个手伤，他甚至更改了自己10年以来惯用的握鼠标的方式，这可能大家没有办法去想象，但这就类似我是一个左撇子，我今天要强行的让我变成一个右撇子来进行一个他所从事的职业运动，对吧？我们很多时候也说他是大魔王，但我们怎么能忽略了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平凡人。他跟我们的不同，只是他在10年里面，他一直在专注的只做一件事情，去追求这个冠军。所以我觉得他才能像今天像塔子姐说的，他在这个决赛舞台上是去享受这个舞台的。是的，就真的是很令人感慨，很令人敬佩的一个故事和一个选手吧。所以我觉得有 Faker 是我们英雄联盟电竞的一个幸运，我也相信有 Faker 的时代，或许会是我们英雄联盟电竞最璀璨的一个时代。你知道 Faker 仅用了181天，从出道到全球总决赛冠军，而 BDD 3535天到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冠军，但我相信 BDD 他也不会放弃。是的，那最后也提醒各位召唤师，2025英雄联盟全球最后也提醒各位，我们的解说杯在11月11号就会开打了，那我们解说杯再见了，大家晚安，拜拜。